美国帮助中国进入了这个 WTO， 就是首先是美国提供了最惠国待遇给中国，然后呢大量的跟中国的这个合作，然后呢这个美国这样做就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西欧都这样做，日本都这样做呢。实际上这儿的问题就发生在他没有能够分清楚威权主义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什么叫产权。在我书里我专门有一章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产权呢，这个有2个不同的概念，人权和产权是不分的。历史学家们早就有讨论，就说这个历史是重复的。徐老师，我们今天在系统的理清一些跟制度基因和中国制度，以及极权主义制度起源这几个方面有关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对您接下来的这本书的阅读和理解，还有公共的讨论都有好处。所以还是得再请您讲一遍，就是您定义的制度基因的这个明确含义是什么？对，这个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基本概念。那么这个基本概念呢，什么就是当我叫做制度基因的时候，很多人会误认为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你误认为是一个比喻呢，也没有全错，但是它其实的，它不是单纯就是一个比喻，它指的呢是这个制度的最基本的那部分的成分。那这些最基本的成分有哪些特点呢？就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些基本的成分呢，它和这个制度里边的人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关。那么由于它和这些人的利益相关呢，所以实际上它为什么会成为制度基因呢？是因为它跟人的利益相关，所以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愿意把这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些基本成分，它再把它再造出来。就是哪怕你的社会已经变了，哪怕你的制度已经变了，但是一些基本的成分它会又再造出来了，因为历史上曾经存在。那么这是因为它跟人们的基本利益相关。那么在经济学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它的办法，叫做激励相容，就是制度基因一定是激励相容的那些基本的制度的成分，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基本特点呢，就是它在这个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那么这个是能观察到的。那么这些基本的成分反复出现，所以才使用这个词汇叫制度基因。这个从这意义上讲，有点像是比喻，有点像是从生命科学里来的比喻。然后第三个最基本特点呢，就是这些个基本成分呢，它是基础，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制度的其他的成分在这个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它也有一点像从生命科学里来的基因的概念。因为在生命科学里讲的这个基因呢，比如说这个生命科学里有一个非常基本概念叫 stem cell。stem cell 就指的那些基础的那些个细胞，然后这些基本的细胞呢，它一系列其他的细胞是在这个基础的细胞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卵子，一个受精的卵子，那它是最基本的那个 stem cell。然后呢，它这个以后分化了之后，仍然还有好几类的这种基础的这个细胞。那么就跟这个有点像呢，就是说这个制度我们叫做制度基因的那部分的基本制度成分，它是那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其他东西在这基础上这个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三个基本特点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我们在实证中是能够看到的这些制度基因。那么这个历史学家们早就有讨论，就说这个历史是重复的。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是西方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这个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之后，在西方的大量的发展，大量的讨论说历史是重复的。还有呢，就是哲学家们，比如说黑格尔
有非常著名的论述，就说这个历史是这个重复的。那么后来马克思这个他的理论是大量的是借用的黑格尔的，所以也会讨论到就是这个历史的重复。那么这些呢，怎么去认识它？那么我们现在提出来这个制度基因的概念呢，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为什么历史会重复。而且呢，当这个历史学家讨论历史重复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历史学家说的历史重复是真的，所有的内容都会重复。人是不会重复的，地点也不一定会重复的，那么细节基本都是不重复的。但是他们说的历史，所谓的历史会重复，指的是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现象。那些非常基本的现象在重复，那这里实际上真正重复的东西是制度基因。明白。当然我们用制度基因的这个定义和思维框架吧。对。我们现在来分析极权主义制度。对。您也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对。区分极权主义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是我们能看见很多现象现在被大家讨论的时候有点混淆，所以您专门讲一下是为什么要区分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他们真正关键核心的差异在哪里？对，这个呢，实际上有2个方面是非常基本重要的。第一个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就是威权主义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这是2个不同的机制，是2个不同的制度，2个不同的机制。从科学上讲，不同的机制是应该能区别开，就是本来他们是不一样，你把它混了以后，你从科学上讲，你就混为一谈了嘛，就不分析不清楚了。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大多数的听众和观众，也许并不关心学术上的问题，也许更关心的是实际的政策问题，实际的这个走向的问题。那么讨论到政策，讨论到走向呢，这2个就实际上都是这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当这个认识混乱了之后，你就会有错误的政策；认识混乱了之后，你就会有错误的政策、错误的预见和把事情搞砸。这个具体一点讲什么呢？就是在政治学里，我举一个例子很具体的例子。政治学里有一个理论，就是这个理论在我看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这个理论实际上很粗糙，并不真的是个理论。但是呢，这个在政治学里是非常非常流传广，而且这个很多人都从事过这个讨论，这个影响也很大，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而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呢，里边的核心实际上讲的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个制度是怎么演变的。那么通常呢，人们认为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发展最终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最终都会变成就是非常普遍的。当高度发展了以后，最后你会看到是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制度。所以呢，这个现代化理论呢，从来讨论的就是这个制度和这个经济、科学技术一起发展是怎么过来的。那么这个现代化理论呢，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呢，就是说呢，原本一个这个威权主义的制度呢，这个它可能会有助于经济在早期的一些发展。那么早期的一些发展呢，当这个发展出来了很强的中产阶级之后，然后这些中产阶级，由于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这个背后就有个隐含的定义。所谓的中产阶级呢，都是有私有产权的。有产。他有了私有产权以后，他有自己的利益要保护，然后呢，他也有能力保护，因为是有私有产权的。于是呢，这些人就会推动这个社会，这个继续向前变化。由于他们的推动，就使得这个政治制度从威权主义的制度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制度。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论述。这个论述呢，是早在6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然后以后非常非常这个流行。那么在西方呢，这个就超出了学术界，
就是在西方的大量的那个政策，甚至包括就是国际政治，人们都是从这个理论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关于中国，这个早在90年代，美国的制定的对华政策就是靠这个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那么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威权主义制度，那么这个只要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个美国帮助中国进入了这个 WTO， 就是首先是美国提供了最惠国待遇给中国，然后就推动这个使得中国进入了 WTO， 然后呢大量的跟中国的这个合作，然后呢这个美国这样做就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西欧都这样做，日本都这样做，那么这就帮助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这个反而它扶持起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这个对它有威胁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到底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这儿的问题就发生在它没有能够分清楚威权主义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就是当时呢人们最多使用的这个案例，或者就是帮助人做判断的这个道理，就是韩国跟台湾。对，而韩国跟台湾这都是威权主义制度，所以呢在韩国跟台湾这样的威权主义制度下，那么现代化理论应用的很好。的确这些威权主义制度呢，当中产阶级发展了以后，的确是靠的韩国跟台湾的中产阶级的推动，社会的压力使得他们就是过渡到了民主宪政的制度，然后民主宪政的制度才使得他们能进入这个发达经济的这个阶段。但是他们错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当做了威权主义制度。那么下面我们就回来看，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理论是什么关系？就实际上呢，现代化理论呢，它没能区别，就现代化理论从来没有讨论过极权主义制度。那么当它没有能够区别极权主义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的时候，如果人们混为一谈，人们就会套用那个理论过来。但是实际上呢，极权主义制度从来不会发生的，就是自动会过渡到因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因为经济发展就会产生中产阶级产生了压力，使得它进入到民主宪政，这是不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几乎是这个按照定义，它是什么意思？极权主义制度意味着它是一个极权主义党控制的。这个极权主义党它是完全彻底的控制了社会的所有的方面，就是从产权到人权到这个整个社会的所有组织，它不允许在共产党之外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组织，它也不允许共产党之内存在任何派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理论想象的那个就是描述的那个，就是说你有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组织起来了，然后推动，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是绝对不允许这发生的。而且他从根子上就把他们切断，就是他只要发现谁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是独立于共产党的，那么他就认为这个组织一定威胁共产党的统治。这也是事实，因为只要有独立的社会组织，只要独立的社会组织稍微有所发展，当然它会动摇极权主义制度，因为极权主义制度是不允许存在其他的这个组织的。你只要一存在一发展，当然你就动摇它了。所以呢，就是它的生存，为了它自己的生存，就决定了它必须要把所有的独立的组织都消灭掉。它把任何人公开宣扬要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要消灭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产权，就是在共产集权制下，那么就是完全彻底的是没有私有产权的。但是呢，极权主义是有两类，
就是一类是这个共产极权主义，一类是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这个以意识形态为这个基础的极权主义呢，它并没有真的在意识形态上推动消灭私有产权，但是它仍然是极权主义。比如说纳粹跟法西斯，在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呢，它是名义上它有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是呢，它是极权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完全控制了这个社会的所有的资源，它的控制不是靠法律上国有资产，它的控制是靠的是消灭了人权，它是靠消灭了人权之后，这些法律上名义上拥有私有产权的人，但是你必须要受党的控制。就是极权主义的最基本特点就是只有一个党，这一个党来控制这个社会，然后这一个党是全面的控制所有东西，全面控制所有东西。当然，这里边的最基本点就是这个剥夺所有人的人权，就是你必须跟着这个党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名义上是不是拥有私有产权，实际上呢，并不能决定你是不是真的有你的那个财产的最终控制权。这个地方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产权。在我书里我专门有一章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产权呢，这个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概念呢是最终控制权的概念，另一个概念呢是所谓的权利树的概念。而那个所谓权利树的概念是非常流行的，那个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个假设条件的，那个假设条件没有说出来，人们就已经就是搞糊涂了。那个背后的假设条件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充分的承认和保护人权和私有产权，是在这个条件下，人们把产权定义成一束权利，这一束权利可以分得很细很细。就是这个概念呢，是帮助人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具体运作使用的。就是这个概念是为了运作，为了签合同，就是你怎么签这个产权的合同，你怎么做金融，那所谓的金融实际上就是把产权分得很细很细，然后到市场上去卖，你就是买卖产权的各个方面。所以呢，你用了权利树的概念。但是呢，当我们讨论一个不保护人权和产权的制度的时候，那个概念一定引起混乱。所以呢，你首先关心的基本概念是谁拥有最终控制权。最终控制权绝对不仅仅是法律上规定这个产权是谁的，最终控制权一定是由人权决定的。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是老早以前，就是如果我们不追得更早，是那个 John Locke 洛克在这个光荣革命的时候，在光荣革命之前非常清楚的论述的。那么他这个基本的论述就是人权和产权是不分的。那么所以呢，他才把这个人权的这个定义就定义成了人的这个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财产权、这个生命权和自由权。然后人的生命本身在他看来就跟这个产权这两个是并列的。所以呢，当你这一个社会不保护人权、不承认人权的时候，那么这个实际上你这个财产的最终控制权就并不在你手里，就不在这个法律上定义的所有者的手里。原因是因为他可以使用暴力，可以使用各种压力，强迫你做他要你做的事儿。就是只要他可以强迫你做他要你做的事儿，你就已经没有产权了。这个道理在这儿。所以呢，当我们讲极权主义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基本的差别。就是在威权主义制度下呢，它也可以使用压力，强迫你做这个你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呢，在威权主义制度下呢，就是它没有这个法理，也没有这个社会能力
来消灭社会上的所有的组织，也甚至都没有能力消灭他党内的派别。这个你比如说具体例子就是国民党，就是国民党过去这个共产党那个批评国民党的时候，就是批评他的这个一个主义一个党不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说那就是批评他这个。的确就是这个40年代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是一个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一个党就是国民党，一个领袖就是蒋介石。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是只有一个党，他只是说国民党是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党能够有机会变成执政党。那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来中国都有多于国民党的其他的党存在，从来都有，而且国民党从来没有过一个法理要消灭其他的党，也没有实际的动作要消灭其他的党。当然共产党可以说他曾经要消灭共产党，对，但是其他的党都存在，就并不是只有中国，并不是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其他的党存在。就是当有其他党存在的时候，哪怕因为它是威权主义制度，威权主义制度它会使用很多非常不合法的手段，非常甚至是卑鄙的手段去这个打击其他的党，但是它不能消灭其他的党。这就是他的这个是打击和消灭的关系。对，因为共产党也会说，当时也在受各种所谓的白色恐怖，也在有国民党的镇压和打击，但是事实是，他没有消灭掉共产党，就是他壮大了。第一，他根本没有这个法理，他没这个目标，没有这个法理。第二，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跟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连政治学家都很多的就是没有努力认清这之间的这个截然分开的界限，就是这个截然分开的界限，就决定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制度。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一步进入这个，就是当经济发展了以后，一个极权主义制度直接进入民主宪政，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它必须是极权主义制度先要解体，然后才谈得上后面发生什么。因为只要它不解体，就意味着其他党不能存在，其他的社会组织不能存在，没有公民社会，然后这个没有公民社会，没有人权，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上这个民主宪政的。就是当我们讲产生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是公民社会，是私有产权，那你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就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私有产权，哪怕它有名义上法律上的这个定义的私有产权，但是它最终权力不在人手里。这个当它不在这个人的手里的时候，不在个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些个人根本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产权和人权是不能分的，就是他不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他怎么能讨论他的产权呢？就是这个产权这个东西是需要保护的。当然有的人可能会提出一条这个质疑来，这个质疑就是说这个你在世界上是不是存在任何地方有这个完美的保护产权的制度，是不是有任何一个国家它保护这个人权，保护人权是完美的？那么这个其实这个道理是这样，无论是民主制度、宪政制度，还是对人权的保护，世界上都不存在完美的。但是呢，它存在原则，就是你的制度在原则上是保护人权的，还是不保护人权的？你的制度在原则上是不是宪政？宪政的意思就是权力是分开的，权力是互相制约的，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压过所有其他的权利，这就是宪政。那么你的原则上是不是宪政的？然后这个民主实际上只有在宪政的条件下才有民主，在不是宪政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民主。那么所谓的宪政，所谓的保护人权，实际上它远为更是原则和更是
制度的基本构建。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基本的制度的构建之后，人权的保护是靠人自己，这个宪政的这个维护、宪政的运作，实际上是靠人自己。那更是就是一个架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或者说比赛的赛场，是人到那上面去斗去，是人互相是斗的。所谓的斗，意思就是你到法庭上是要辩论的，你要费很大的力量是要上法庭的。然后你是要组织社会压力的，没有社会压力的时候，别人会压你，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就你的社会是不是给你提供了这个条件，使得人们可以在这个赛场上能跟别人比赛，就是能组织起来保护你自己的利益。那么如果都不需要组织起来保护了，你管那叫完美，那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的利益的保护一定是靠人自己去奋斗的。那既然他需要人自己去奋斗，当然他就不是完美的。所以呢，这个当我们讲这个人权、讲这个民主宪政，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么当我们讲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差别，实际上呢，也仍然是落在这个地方，就是极权主义是绝对不允许任何的社会组织存在，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组织起来保护你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大规模的抓捕这个律师、维权律师。那么维权律师当他的人数大了以后，一定动摇极权主义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要成群的抓捕这个维权律师，要把维权律师这个社会现象消灭掉。因为只要这个现象存在，它就动摇极权主义的这个基础。而威权主义制度不存在这个现象，就是威权主义制度，比如说这个如今的俄国是威权主义制度，那么它也是相当的恶劣。它可以使用暗杀的手段，可以使用各种的这个威胁的手段，但是呢，它仍然存在着成群的这个反对派、成群的反对党，然后这个媒体、律师都是那个公开的活动的。那么你极权主义制度下就不是这样，就是把他们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呢，它就是有这个能力，能把你们彻底的消灭掉。他真的如果推动国有化，如果他真的推动共产集权制，全面复辟共产集权制，经济一定要垮。就是他在从共产集权制朝着民族主义集权制在转变，还在转变中，还没有完全转变过去。人们会非常疯狂的，这个为了所谓的民族利益去打仗、去流血、去扩张。人们以为他是自愿的，实际上这个自愿的背景靠的是先被他压制了，先被他打击了，先把你的信息渠道切断了，先把你知道世界上的各种事情、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看法、各种的观点已经全部都你切断了，在这个背景下煽动起来的这些个反美呢，都是这个完全对历史无知。首先第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些个获得赔款的这个国家里，美国第一个提出来说中国非常贫穷，然后庚子赔款给美国的，美国全部退。所以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其实您点出来了，这个是仍然是制度，它有意的把人在欺骗的状态下变成了它既是被压迫的个体，又是施暴的对象。对，警察首先是党控制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叫做刀把子，然后呢，警察的后面有暴力，那就是军队，那么共产党把它叫做枪杆子。那党控制了枪杆子，党控制了刀把子，党还控制了笔杆子，然后伴随着大规模的私有企业的发展，中国也已经产生了公民社会，也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民间组织。实际上中国曾经一度这个朝着威权主义的制度方向已经在转化了。这
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边听着，其实仍然在折射现在中国的这个现实。因为您的书里也研究的也是中国的问题，当然您给中国的直接定义已经就是共产集权。对，您刚才也说了有2种集权主义，对，中国是共产集权。我现在是2个问题，您可以一起说。就是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共产集权的情况下，现在在讨论集权主义的灭亡或者说转型，还有意义吗？或者说转型的路径在哪里？对，是这样。这个第一点呢，就是中国呢，它作为一个这个共产集权制呢，在改革开放时期，那么这个有相当大规模的这个私有企业的发展，然后伴随着大规模的私有企业的发展，中国也已经产生了公民社会，也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民间组织，那么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里，就是在私有企业大发展，公民社会也随着相应有发展的这段时间里呢，实际上中国曾经一度这个朝着威权主义的制度方向已经在转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1年这个发表一篇很长的论文，那个实际上是2009年写完的，2006年开始写的。我造了一个概念呢，就叫做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就我把中国定义为威权主义制度。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时间，这个私有企业的大发展和公民社会的这个发展，这是威权主义的特点了。因为集权主义是这些东西是不能发展的。那么就刚才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在集权主义制度下，当我们是不是还有任何价值讨论制度转型？当然有价值。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里边的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集权主义制度能不能和平的朝威权主义过渡？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集权主义制度能不能和平的退化成威权主义制度？退化的意思就是它的权力开始收缩，那么一部分的权力逐渐离开了共产党手里，这个权力逐渐落到社会手里去了，离开了共产党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看这个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它又返回去了，为什么又返回到集权主义去了？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在朝威权主义退化，但是呢，共产党从来都很清楚，就是他要维持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他很清楚，然后他从来都很清楚这个退化威胁他的统治，这不是他要看到的。对，他只不过是希望发展经济，来维持集权主义统治，然后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产生出来了威胁他的社会上的变化。社会上的变化就是公民社会，就是伴随着这个私有产权产生出来的东西。私有产权本身也意味着实际的一部分的权利，比如说纯的资源的配置权离开他了，就是这东西对他来说都是这个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只有在集权主义统治下，他才能返得回来。如果他是威权制，他是返不回来的。那么就因为它是集权统治，所以他利用了他集权统治的所有的力量，其中就是包括了各种暴力，包括了这个用军队来威胁他的这个各种的警察。他的警察是多种部队，他的警察不是一支警察，好多支警察，就是比如说有武警，有公安，有国安等等等等，就是说好多支警察部队。警察部队的背后有威胁他们的力量，就是有警察首先是党控制的，什么中国共产党叫做刀把子，然后呢，警察的后面有暴力，那就是军队，那么共产党把它叫做枪杆子。那党控制了枪杆子，党控制了刀把子，党还控制了笔杆子，就是宣传。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全部合在一起，返回来他来控制。那么这个呢，就才使得有最近的10年的时间，就是中国的倒着
返回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共产集权制到底和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是个什么个关系，对吧？对。实际上呢，就是他现在返回集权制的时候呢，由于就是共产主义理论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集权制的这个基础，意识形态基础，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动摇了。因为就是连共产党自己、共产党的高官、共产党的骨干们，也很少人还相信共产党了，还相信共产主义理论，还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实际上呢，中国的共产集权制在经过了一番朝着这个威权主义退化，然后又返回来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本身正在转变。就是它在从共产集权制朝着民族主义集权制在转变。还在转变中，还没有完全转变过去。这个我为什么这么讲？原因呢是在于，第一，就是它仍然还有很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宣扬，在坚持，而且仍然就是他们自己还是这个没有非常清楚的、清醒的、有意识的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他还没有。另一面呢，就是民族主义这一面呢，他已经在非常努力的推动民族主义，对，已经在有意识的把这个东西替换过来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至今呢，还没能煽动起来非常疯狂的民族主义。就是他要用这个来取代呢，要到那一天煽动起来非常疯狂的民族主义，非常极端的疯狂的热情的这种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它就可以完全取代共产极权主义。所以但是呢，它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那么从产权的角度讲，它其实已经开始朝着这种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极权主义制度转变了。产权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在过去这个改革开放时期产生了这么大规模的私有产权，那么它一度朝着共产极权主义方向又往回返，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打击这个私有产权，在压制这个企业家等等等等，然后资产国有化。但是它最终他会意识到，就是他真的如果推动国有化，如果他真的推动共产极权制，全面复辟共产极权制，经济一定要垮。就是当他意识到他实际走不了这一步的时候，其实呢，他就会为了维持极权主义的统治，他就会转变成这个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名义上在法理上这个保持私有企业的存在，保持承认对企业家这个私有产权承认，但是党对企业家的控制绝对不放松，而且不仅是不放松，还要加紧。所以呢，就变成了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是跟党走还是不跟党走，对吧？就是如果你是积极的跟党走，你得很多好处。如果你反对党，你扎监狱去了，或者党认为怀疑你对党的这个忠诚，你就有很大的这个可能性被党抓监狱里去。然后党要你做什么，你必须做什么，就是你可以哪怕是被动的，你也必须做。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已经是很清楚了，最终控制权在党手里，不在你手里。就是你名义上是企业家，你名义上这个你觉得啊，我作为企业家，这个我的那个收入是挺高，我的生活挺舒适，这都不重要。就是不要误认为，由于你是企业家，你的生活很好，这就是意味着你是所有者，这是误解。这个，当我们讲产权的时候，
产权指的是最终控制权，指的是你的企业做什么，你的企业做什么，党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如果你的企业做的这件事儿正好是党要做的，那你就有机会发展。那因为这正好党是要你做这个，但是呢，如果党要你做别的，你必须这个按照党这个指示来。然后现在党缺钱了跟你要，你必须得给党钱。你用任何方式，你得满足党的要求。这个其实就是最终控制权的概念。这一块特别重要，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嘛，从06年开始，你也是推动者，就是很多人其实也看到，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中国确实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所以企业家包括中国这个科技企业各方面这个确实有一大批企业家，然后这些呢，现在过去这2年呢，就变成了你告诉他们有私有产权也好，没有私有产权也好，他会很具体的说，他说我确实也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可能性推翻极权主义，但是现在党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情况下，那我就干吧，只要让我有口饭吃。甚至他们可能就不再讨论谁是最终决策权，就是甚至他们说行，只要这个企业在名义上是我的，我现在有饭吃，我接下来10年有饭吃，也许我的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党的利益可以在一起呢。就是他们主动被动的就成为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对支持者和资源提供者。对。可是您再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讲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一个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中国它持续发展，您说没有发现很危险的民族主义，但其实国际上很多报道大家也都有反应，觉得中国的所谓的战狼外交，您把这个点清楚了，您认为它这个是这个共产党它有意要往这个方向去推的。那么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现在继续也没有人想去推动它，也没有能力，如果它继续在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这个道路上往下走，所有人会面对的是个什么情况？就大家甚至都不谈了，我放弃我的最终决定权，我就跟着你走，会是什么情况呢？对，它是这个，其实呢，最好的例子呢，就是这个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和这个意大利的法西斯，就是这个时期，就是它是怎么运作的。就是在这个时期呢，就是无论是纳粹党还是法西斯党，它都并没有国有化，但是呢，所有的这些企业必须为它的这个战争机器服务。就是如果你拒绝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那你你要么就逃走，要不然就把你抓起来了。就是或者是说这个，你如果比如说哪怕你是民族主义，但是你不同意纳粹党，你也一定出问题。就是你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而且你必须是纳粹主义。你说我热爱德意志民族，你说我是一疯狂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是纳粹主义，你必须是跟纳粹党在一起的。那么就是你这个纳粹党如果认为你在暗中这个保护犹太人，那你就一定出问题，就把你抓起来，或者是当场把你枪毙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就是你这个作为企业家，就是你必须跟极权主义党合作，然后跟极权主义党合作，你一定首先你的这个合作带来的后果就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首先是压制国内的人权，所以所有在国内压制人权的事，你都必须实际在参与。就是你以为你没有参与，但实际你都必须要提供资源，你要参与。再有一个就是极权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是要向外扩张的，就是当它这个力量
他认为他的力量够强，他一定是要扩张的。在扩张的时候，那么这个你的这个资源，你就是他等于是要企业家帮助他扩大这个资源，帮助他这个参与他这个向外扩张的这个行动。比如说这个全面军事化，就是这个全面军事化，你原本你可以是这个完全是民间的这个企业，但是你在这个军事化的过程中，就是大量的民间的东西就自动变成了军事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化肥跟炸药是没有界限的，生产化肥的自动就变生产炸药的，这是没界限的。然后你这个生产芯片的，这个是为雷达服务，还是为这个军事的通讯服务，还是为这个导弹服务，这个军用的无人机服务，还是为这个监视中国老百姓服务。比如说商汤，这个商汤的这个巨大量的产出，实际就是警察用来监视所有老百姓的，甚至还出口到别的国家去，这个帮助别的国家的这个威权主义的政府去监视别的国家的老百姓。这个你说起来，这是一个商汤是一个这个从技术上来讲相当好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的这个巨大量的这个产品的主体是拿来监视老百姓的。所以就是说你是做的是什么工作，这个很自然的这个问题就来了。而且您点到那一点，就是说它极权主义，它一定尤其国家主义的极权主义，它真正的受害者是国内的对民众，从来都是，从来这个极权主义从来最大的受害群体是本国的人民，本国的人，而不是这个由于开战这个外边的人。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它是靠全面的压制国内的人权才得到的统治，靠全面的压制才使得国内能够巩固它的权利，使得它能够向外扩张。但是这个时候呢，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为什么刚才我要强调，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是不是推到了疯狂的程度？就是当他把民族主义推到了疯狂的程度的时候，那么这就类似于过去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到了疯狂的程度，会有文化革命一样，会有大跃进一样。那么你这个民族主义推到了疯狂程度，我们见到的就是纳粹、法西斯，就是他那个对外扩张的力量来自于这个疯狂。那这个疯狂就是由于极权主义制度下，它全面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资源当然就包括了媒体，包括了所有鼓动的这个资源。然后呢，它切断了人的所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切断了人的讨论的那些机会。然后他鼓吹民族主义的时候，鼓起来的那个热情，人们会反驳我刚才讲的话，人们会说我们的人权没有受到压制，对呀，因为是我们愿意的，对呀。那么这个人们会非常疯狂的，这个为了所谓的民族利益去打仗，去流血，去扩张。人们以为它是自愿的，实际上这个自愿的背景靠的是先被他压制了，先被他打击了，先把你的信息渠道切断了，先把你知道世界上的各种事情，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看法，各种的观点已经全部都你切断了，在这个背景下煽动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人们被欺骗的时候，被煽动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被煽动、被欺骗是因为什么会造成的这么大的力量。因为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就是我这一代的人是经历过文化革命的，然后文化革命的那个时代，就是大量的这个血腥的事情是怎么做的？是群众做的，是人互相的对，就是当我们现在讲极权主义制度迫害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就会说，那不是极权主义制度迫害的呀，
是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呀。对啊，你比如说这个广西还有吃人的呢，就是广西这个两派这个打的时候，这一派的人把那一派人拿去弄死了以后，就吃了呀，就是吃他们的内脏啊。就是一方面呢，它是有这个非常这个老的传统下来的这一种迷信，认为吃某一个脏器对人的健康有什么好处，这个就是很残忍，就是本来就有。然后呢，这个在这个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煽动下，然后人都变成了就是有一种这个煽动起来的疯狂，然后变成了这个合法化，所以人们会误认为这个只是就是中国人是这样的。实际上，中国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中国变成了极权主义制度，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人会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警告要说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中国面临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威胁，就是因为它是极权主义制度，它有一天它会煽动起来这个民族主义，这民族主义来的时候会非常疯狂，然后它会这种疯狂会把中国置于这个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敌对的那个状态。其实你已经解释了最近发生了很多的还算是个案的事件，但已经让人非常忧虑了。不管是东北的，在那个公园里去捅美国老师，苏州就直接日本学校就把要去捅那些学生，最后还有一个女性非常英勇的丧生了。所以这其实只是还是您说还没有到最疯狂的时候，如果是最疯狂的会更可怕，就真正出现你们很多人经历过的那个温和的那种状态。对，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因为现在现在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恐惧嘛，前提就是意识到了，行就是集权控制，没有办法，所以不谈人权，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民族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很多时候认为，老百姓是自己愤怒，大家就喜欢反日，大家就是恨日本人，然后就会这个批评的矛头就会指向个体，是说这些是愚蠢的人，但是其实您点出来了，这个是仍然是制度，它有意的把人在欺骗的状态下变成了，它既是被压迫的个体，又是施暴的对象。对，就是非常，刚才我讲的稍微抽象了一点啊，更具体一点讲，就是比如说，非常多的中国人，这个极端的蔑视甚至敌视印度人，因为中印边界上有冲突。然后非常的蔑视和敌视这个菲律宾人，敌视跟蔑视日本人，这全部都是因为有这个领海这个领土纠纷，那么这个和这个所谓要解放台湾，所谓的武统，所谓的这个留岛不留人，就是所有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就是煽动民族主义，然后变成这个军事行动，然后引来巨大灾难的这个非常清楚的苗头。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伴随着就是这个国际关系的紧张，就是这些年来就是这个整个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么这个任何时候都会爆发出来一个契机，会煽动这个民族主义，煽动的很强。这个实际上呢，这个90年代都发生过好多次。这个当时有过反日的，有过反韩国的。这韩国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个那个比较好的一个雷达设备要装在那里，这边就不得了了，就反韩国，这个等等，就是这个都发生过。反美的都发生过。还有就在中国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反美，这是一定是有政府在操纵的，是吧？对，这些个反美呢，都是这个完全对历史无知。就是最近有学者
这个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这个庚子赔款。其实辛丑条约的时候决定，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嘛，因为这个当时义和团和这个清政府、满清政府这个杀他们大使馆的人，然后烧大使馆，然后引发的这个八国联军这个进来，然后呢强迫中国这个庚子赔款，这个量很大，那个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这个赔款。然后这个有这个学者稍微做了一点计算，就是这个首先第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些个这个获得赔款的这个国家里，美国第一个提出来说中国非常贫穷，然后庚子赔款给美国的，美国全部退。但是所谓的退，它并不是说我不要，而是说我还要，我要了以后我来支付。这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所有权、控制权。什么是所有权？所有权就是控制权，就是说这赔款我还要，但是我不拿回来美国，我拿这个钱在中国花了，所以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然后就花很多的钱，然后这些实际上还有不光是这两个最有名，还有别的东西，就是美国在中国的一系列的这种项目，全部花的就是靠的是幸亏这个钱资源让他来配置，所以才给中国留下了就是这么好的这个学术机构，然后其他的西方国家跟着美国也做了相应的一些事儿，但是没有向美国返回来的这么多。那么有学者做过计算，就是美国这个退回来的钱，在许多年甚至超过收的，就是庚子赔款收的钱，就是说退款退到这种程度。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抗战期间，美国在中国死多少人，就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战，而且这个尤其是抗战，就是在美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时候，来的都是这个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死多少人在中国，这个然后出多少飞机，那都是人家那边出来的，不是中国人花钱买的，人家的飞机，人家的驾驶员跑来这个帮助中国来抗战，就是这个，然后就是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会发展这么快，哪来的这个能力？然后这个实际上这个科学技术都来源是什么？然后这个科学技术的来源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力量进来？是因为在美国这边太多的人真心的来帮中国，他还有意的在帮，至今还是这样，都不是说这个那个时间，至今大量的美国的这个人还在有意的在帮助，所以这些反美的人，他真的就是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而他们之所以不知道，这是极权主义带来的。苏俄列宁就是救世主，然后到了后来斯大林就是救世主，然后毛泽东，那这个东方红里就唱得很清楚，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那就是救世主。所以呢，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概念来源是来自于基督教，没有基督教根本就没有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就是共产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也都是讨论了，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要消灭家庭，原因是因为家庭是私有制的起源。那这么就都是有著作的。每占了一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地方变成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用强制的方式把这个富人的财产全部都没收了，然后就都这个平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您讲的这个极权主义和技术基因中间很重要的一块儿，就是关于宗教的问题。对，您上次在我们节目里也讲了，就是您的研究其实极权主义它的来源于，就是它的结构，它的这个土壤来源于基督教，但这个跟很多观众
比较不好的感受，很多要跟您争论的，所以您这次在系统完整的讲一下，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要专门把基督教拎出来，就是一个是宗教的关系，一个是整个基督教跟您研究的整个极权主义这个成长过程中间的关系。对，这里呢，首先第一呢，就是我做的这个工作是社会科学，科学的科学的基本起点就是寻找事实，就是证据。那么为什么是基督教呢？这是证据，就是这是事实，这个不是由于有什么目的所以怎么做。所以我先要澄清这一点，就是首先这是事实，这是证据，就是在我书里都有清楚的这个证据的来源。而且事实上呢，这个是早在就是这个马克思的时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这个学生，考斯基，这些都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个他们自己都有著作，都写得很清楚，就是它这个来源是什么。然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米塞斯，就是很多所谓的奥派的学者们。这个都了解，米塞斯是奥派的这个最重要的人之一。那么他的这个著作里都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来源作为来源。那下边我就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是首先呢，当我们讨论极权主义的时候呢，讨论极权主义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我指的是学术上啊，其实不止两个，但是我这里想要强调两个不同的角度。那个一个角度呢，是从纯哲学的角度来看。从纯哲学的角度看呢，这个最重要的学者呢是这个Popper。这个 Popper 是这个索罗斯的导师啊。这个大家可能更多的人知道索罗斯，因为是大亨，但是索罗斯一辈子最崇拜的是他老师，就是 Popper。Popper 是这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那么 Popper 实际上他的最大的著作就是关于极权主义的这个哲学的起源。那么他这个著作的书的名字叫做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的，叫做 Open Society， 就是开放社会吧。这个他们从哲学上分析呢，它的起源就一直追到这个古希腊时候的柏拉图。然后呢，他是从柏拉图从哲学上这么一路这么追下来。那么这个到了近现代呢，那就是重要的人是黑格尔，然后是马克思，然后是列宁，这么过来的。那么我的思路跟他不同呢，在于呢，他关心的是作为哲学思想，极权主义从哪儿来？那么他讲的呢是对的，但是呢，他这里也还关系到了呢，对什么是极权主义的定义，我们俩也有所不同。就是他的极权主义的定义要远为更宽，那么所以呢，他是从哲学上去定义的极权主义。那么我的极权主义的定义呢，是一个社会现象，是操作性的社会现象，所以呢，把它定义到了极权主义党全面的控制社会的这样子的社会现象。因此呢，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它是个现代的现象，因为极权主义党是个现代的现象。那么当我的着重点是社会现象的时候呢，那么当我们讨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呢，它关心的也是社会现象，而不是哲学思想。那么它作为社会现象，它是所谓的极权主义呢，它的思想是共产主义。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呢，它的背后最基本的这个能这个成为社会现象的，从社会现象就是大量的人这个倾心于就是这件事儿，大量的人关心这件事儿，大量的人为了它很热情。那么这个呢，是产生在实际上最早是犹太教，然后是基督教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那个要平等。而且这个要平等呢，不是一般的平等，
是放弃自己的财产。那么这里要点是什么呢？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他讲的那个共产，他当然没有用这个词，这个词是后来发明的。他讲的放弃财产是完全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的，而且没有人可以强迫，讲的是这个。而耶稣基督本人是第一个系统性的全面放弃自己的财产，和所有的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们都跟他一样，完全放弃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社区的人，这社区就是信徒了，所有跟着他们的信徒，大家都一样，就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大家共享。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概念。但是这个共产主义概念和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概念不同，但是它是连着的，就是你不能因为它不同，就是说我这个不承认他们有关系。它实际上之所以极权主义有很大影响力，原因是它来自基督教，它的影响力从那儿来的。它要没有基督教，根本就没有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就是共产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量？它靠的是基督教给它的这个力量。我下边稍微再解释一下，就是它为什么，如果只把我这句话切断，那么就像是我在污蔑基督教，但是必须这话得连下来。对，这连下来，它这个是什么个道理呢？是首先，基督教提倡的是善，这个善好到了什么程度？好到了我为了大家的这平等，为了大家的福祉，我连自己的财产都全捐了，就是彻底的无私了。就无私到这个程度，连财产都不要了，就是这个善到极度了，就善到了不能再走了，都已经牺牲了。对 ，sacrifice， 对，就是实际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发展，靠的就是这种精神，靠的就是有这么多的人作为就是他们的 martyr，就是殉难者。这个殉难呢，就是说他在他没有遇到需要牺牲生命的时候，他不会成为殉难者，但是他已经把他的财富都跟大家分了。但是当需要他献出生命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把生命献了，就是为了这个大家的福祉。这个呢，就是这个基督教里原本就带的最基本的成分。然后这个精神呢，是伴随着这个基督教变成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这个精神不断的就开始衰退，越来越衰退。因为这个教会呢变得越来越富有，这个因为它是国教，而且呢，教会呢这个还这个压制其他的教派，就是原本就是自从这个耶稣基督之后，这个是形成了许多的教派，然后互相呢是争论的关系。但是呢，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最基本点上，他们是一样的，没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自从这个变成国教以后，那么就这个精神就衰落了，而且呢压制了其他的学派。那么这个情况发生转变，就是这个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持续了这个差不多200年的这么个过程，所以而且并不是只有一个宗教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的一套的这个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回到了原始的耶稣基督的精神去了。所谓的宗教改革，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们要返回原始的耶稣基督的精神。那么这人们通常讲宗教改革一个简化的版本呢，是说这个马丁路德反对这个教会，这个用今天的语言就是天主教会了，就是他反对天主教会等等，批评他。这个没有上下文呢，就不清楚这是什么背景。他的上下文呢，
实际上就是他要返回到原始的基督教那儿去。那么他认为这个教会呢，已经违背了原始的基督教的精神，而原始的基督教精神就是我刚才讲的里边的最核心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每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的财产，要这个大家共享的。那么为了把它和极权主义分开，我把它叫做自愿的共产主义。就是自愿的共产主义跟极权的共产极权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精神上他们是有连的地方。这什么地方具体连呢？就是马丁路德的那个教派，就是路德派里边分出来有一个分支，叫做这个再洗礼派，有时候也叫做重浸派。那么这个再洗礼派呢，是一些这个原教旨主义者。这原教旨主义者呢，他认为呢，就是我们必须彻底回到这个耶稣基督那儿去，彻底回到那儿去。耶稣基督是成年以后才洗礼的，那么所有人都应该是这个成年以后，你自己认为你信仰耶稣基督，你才洗礼，所以他叫再洗礼派。就是说你那个孩子的时候给你洗不算数，得是你自己认为你那个信耶稣基督你才洗礼。那这个听上去好像还跟刚才说的事儿无关，但是接下来这就是直接相关了。什么叫你信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基督，你就得彻底的信耶稣基督，把自己的财产那个都全跟大家共享了。所以你任何人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跟他一样全共享了。就是过去那个教会的那个已经没这些东西了，所以你只不过去教会做礼拜而已，你的财产你归你的，我归我的，谁跟谁的也没关系，所以不再这个推行这种自愿的共产主义的这个原则了。但是呢，再洗礼派呢，走到这儿已经是原教旨主义了，其中又产生了一派更激进的认为呢，任何人都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他强迫你，然后呢，你必须跟耶稣基督一样。什么意思呢？尤其是有钱的人，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你不信你是坏人啊！你得信。好，你要是信了，财产必须拿出来捐了。所以呢，他就变成了强迫共产主义。所以他是从基督教来的，但是他不是真的原来的基督教，他是歪曲了的基督教。他把原来的自愿的基督教变成了强迫的共产主义。然后这些人呢，不但有了这个强迫的理念，而且他们采取了行动。他采取的是暴力行动，是军事的。所以呢，他先后2次分别占了不同的地方，每占了一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地方变成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用强制的方式把这个富人的财产全部都没收了，然后就都这个平分。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个城市Münster，就是德国的这是当时这 Münster 在那个时间呢是德国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就整个把 Münster 变成了一个这个强制的共产集权社会，这样统治了这个有大概3年的时间。所以呢，在我书里边我专门就是讨论了这个部分。那么这个呢，实际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就是极权主义呢，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它一定要成为制度，才是我们这个集中要讨论的内容。所以这个就和那个波普尔讨论的不是一件事儿。就虽然这个有许多这个相关的部分，那么它作为宗教的运动，作为社会运动，作为社会现象，它就不是这个完全是一回事儿。那么极权主义呢，就比如说拿这个 Münster 作为一个例子，那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政教合一，然后强制性的这个剥夺私有财产，然后由于它剥夺了私有财产，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就变成了统治社会的所有方面。就是在 Münster 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就共产极权主义制度下，
他就消灭了家庭。为什么要消灭家庭呢？马克思后来专门有这个讨论，这个实际上这个他的讨论就是相当于马后炮，就是早在他之前几百年，这边就已经消灭了家庭。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家庭跟财产有关。我既然消灭了私有财产，我就没有办法还分人家来，所以呢，他就分成了男人和女人，就是甚至就是夫妻都不可以在一起，就是清楚的分开了，男人和女人分开了。那么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也都是讨论了，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要消灭家庭，原因是因为家庭是私有制的起源。那这呢就都是有著作的。那么在这个马克思、恩格斯讨论家庭是私有制的起源之前，实际上这个论点系统阐述的是卢梭，而这些呢，都背景上都和这个基督教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相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直接的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这个法国的这个在启蒙时期的这个法国的这个教士叫做麦利耶，就是他呢，就是当时隐瞒了自己是无神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见解，然后呢，他呢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这个花了应该是10多年的时间，写了这一整本的书，把这个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变成了世俗共产主义，然后把基督教的这个自愿的共产主义变成了世俗的强迫的极权主义的，就共产极权主义。他只是没有用共产这个词，也没有极权主义这个词，这些词都是后来才有的，但是他描述的内容全都是后来的共产极权主义实际这个就是成为他们的基础。因为他在卢梭之前是他影响了卢梭，然后呢，卢梭再去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卢梭又影响了马克思，是这么一代这么一个一个传过来的。所以这个麦利耶的这个整套的理论是从圣经里边翻译过来的，然后呢，他是世俗的，所以呢，就是从这儿起就把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变成了世俗的共产主义。那这里让我再反复强调一遍，基督教的共产主义是以自愿为基础的，所以它不是极权制。而世俗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极权制，所以呢，就是这个共产极权主义思想来源和基督教有关，但是它不是基督教。这让我强调一下，就是它跟它有关。然后呢，它跟它有关呢，它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有意识的利用基督教和共产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利用基督教里边的语言，利用基督教里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传播方式，影响大众。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必须要强调的。这个也就是和 Popper 讨论的哲学不同，因为哲学只有很少的人有兴趣去阅读，但是极权主义是个运动，极权主义是个社会运动，是大众参与的，没有大众参与就没有极权主义制度，就叫做极权主义一定是大众运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讨论的是有共产极权主义，就是大众运动是共产主义的，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去煽动的，然后或者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它也是用民族主义是煽动，你要煽动不起来，那极权主义就没弄成，就失败了。就是它必须要能煽动起来，这才算是弄成了。那么这个最早的能搞得起来，这个煽动力这么大，它是借用了大量的从这个基督教里借来的东西。具体的，比如说这个在基督教里，这个影响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影响信众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耶稣基督要返回来，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呢，旧世界就要灭亡，然后新世界就要诞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这个最基本的含义。所以呢，就有所谓世界末日。所谓的世界末日，并不是说世界从此不存在了，而是说旧世界结束了，新世界开始了，然后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都跟着他，是这个意思。那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完全是照搬的这个，所以他知道基督教的这个部分最有影响力，所以呢，他的理论就是这个，他论证资本主义就是旧世界，资本主义是必定灭亡，然后呢，共产主义必定取代这个资本主义，就是新世界就是一定要来。然后呢，再一个概念呢，就是这个救世主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然后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是说无产阶级就是救世主，甚至实际上呢，这个以后这个推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这个恩格斯说，这个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他实际上的言外之意就是马克思就是救世主，而且事实上就是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把马克思说成了救世主，然后这个所谓的马恩列，这是然后在这个苏俄，列宁就是救世主，然后到了后来斯大林就是救世主，然后毛泽东，那这个东方红里就唱得很清楚，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那就是救世主。所以呢，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概念来源是来自于基督教，就是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者们就是不要感到很气愤，这个因为呢这是的确呢这是历史事实，所以呢他们是借用了基督教里有影响力的内容，使得他们有影响力，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基督教这个本身是极权主义制度，实际上正好相反，就是这个共产党呢是一定要摧毁基督教，这个是最基本的事实。比如说这个自从这个布尔什维克在苏联这个建了政权之后，那么他就开始全面的摧毁这个东正教。我前面讨论过，就是这个东正教是布尔什维克的制度基因之一，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他就要喜欢东正教，就是这是他的制度基因，但是他要消灭东正教。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制度不能允许有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教会存在。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教会消灭了。当然有人就会说了，那不对啊，那这个后来苏联有红色这个教会啊，对，红色教会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你需要看，红色教会的产生是这个2次大战，是因为这个德国这个进攻苏联之后，苏联当时处于极度的危机的状态，在这个极度的危机的状态下，斯大林要求助于还在苏俄还残存的这个东正教的这个残余力量，来帮助他这个鼓动起来民族主义，因为他需要民族主义，因为他发现共产主义不好用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民族主义来帮助他抵御这个德国的进攻的力量，所以呢。是在这个时候，他又恢复了红色这个东正教，而这里边就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红色东正教是必须受党的领导的。那么这个呢，就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搞这个统一战线里边的教会，为他开了一个这个先例，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统一战线里边有爱国的教会。爱党爱国，教会爱党爱国是什么意思？教会爱党爱国就是教会不能独立，就是教会必须是党的一部分。
是党的统一战线里边的。什么是党的统一战线？党的统一战线就是你是归党领导的，是党的那个部门叫统一，叫这个统一战线，那个部门叫统战部，就是你是党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是在这种状态下，还有就是这个当我们讨论共产党的这个垮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推动共产党垮台的最重大的力量之一就是波兰的天主教教会。那么这个地方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虽然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你可以追它的思想的根源追到基督教里去，然后你这个讨论这个极权主义党的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个制度基因，你可以追到这个东正教的这个地方去。但是共产极权主义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它的这个组织，就是作为制度，都不允许教会独立存在。只有在波兰它是被迫的允许教会存在。它为什么被迫呢？是因为波兰的90%多的人全是这个天主教徒，所以呢，波兰共产党在掌权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力量能迫使90%多的人能放弃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影响了这么多的人，所以呢，当时的这个波兰共产党呢，当然他是受这个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知道，就是你在这种时候，如果你直接就去得罪教会，这些人就给你反了，所以你避免这些人给你反了，所以你只好允许教会存在。那么由于他的教会存在，所以呢，在波兰共产党建立了这个共产集权制，在波兰建立共产集权制之后，从来那个教会都在运作。因此换句话说，就是波兰的集权制从一开始建立起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集权制，就是它没能真的像集权制那样消灭那个教会，于是使得那个教会后来越发展越大，甚至它的里边的这个主教变成了这个教皇，然后他以这个天主教教皇的身份回到波兰来影响波兰的这个民意，来影响波兰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波兰是整个共产集权制这个集团里边第一个国家这个公民社会大发展的。它不仅仅是这个教会大发展，那么由于有教会的这个帮助，所以使得波兰的工会大发展，就是波兰的工会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力量，还有波兰的其他的这个公民社会。那么你有了这些公民社会的这样大的力量，才使得波兰这个能够这个第一个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里第一个这个使得共产集权制瓦解。而这个瓦解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和平的，就是它是这个共产党和平下台了，然后的这个和平的从这个瓦解了共产集权制，然后用不太长的时间，波兰就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制度。现在它是一个发达的国家，它不仅仅是民主宪政，而且它进入了发达的领域。它过去是个中等收入国家，这个中等收入国家，实际上你只要是集权制，它就不可能这个离开中等收入的这个陷阱。所以这个它后来变成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它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国家。其实您在这个用了这个例子，又在讲了这个宗教和制度基因的这个关系。对对对。那您在这儿再整个总结一下，就宗教和制度基因的这个关系。对对。这个宗教呢，这个首先就是我们刚才就是又回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制度，对吧？什么是制度呢？就是我们关心的制度呢，是这个提供这个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就是最稳定的、最基本的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的这样的东西，把它叫做制度。然后当我们讨论制度的时候呢，我们关心的呢是这个人权、产权，这个和这个政治决定权。
那么在这样子的框架下，那么我们看这个宗教呢，这是什么含义呢？就是实际上呢，宗教呢是这个以这个信仰为基础的一种就是这个民间组织。那么它是以信仰为基础的，那么它实际上呢，这个宗教直接影响到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方面，就是这个，它是激励机制，什么意思呢？人的信仰实际上本身是提供激励机制的，就是你信仰上帝、信仰耶稣基督，你真的信仰和那个半真的信仰，带来的结果，你在社会上面对各种事的时候，你的处置方式是不同的。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比如说，当人们讲新教的时候，这个社会学家韦伯专门有个著作讨论，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教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实际上他基本上是总结了他的观察，就是发现资本主义产生在新教的国家，而不产生在其他宗教的国家。就是你哪怕都是基督教，天主教是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就是天主教是跟着，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了之后跟着它可以变资本主义，但是天主教自己不变资本主义，不会自己特别有力量的变出来。原因是什么？那他在那里边就已经解释了，是因为新教的信仰里边呢，它是这个新教呢，它鼓励人努力工作，鼓励人勤俭，努力工作，等等等等。那当然，这个人们是可以争论的吧，但是呢，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观察是个系统性的观察，就是它早在100多年前，韦伯就已经观察到了。然后在最近的20年里，有相当一些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重新返回去寻找历史的证据，然后基本上这些证据就是更系统的大量的数据支持当年韦伯的这个观察。就是当年韦伯的这个是个非定量的，现在的这个经济史家、经济学家是定量的大量的数据表明有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个信仰带来的激励机制，就这个信仰带来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非常努力工作，然后让这些国家变成了这个资本主义。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自从实际上基督教是犹太教的衍生嘛，是它的后继，从犹太教起，犹太教、基督教里边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就是信仰里边的非常基本的部分，就是契约，而契约正好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而这个东西呢是早在犹太教里就是最基本的东西，然后这个基督教继承了这个东西，所以就是真正的虔诚的犹太教的教徒和虔诚的基督教的教徒，他必须尊重契约，就契约对他们来说是带有一定神圣性的，而实际上契约的神圣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签了契约以后，你是不是遵守，就是这是决定你的社会能不能这个平稳的运作的，就是你是不是资本主义，是不是市场经济，你的市场经济能不能运作，你的契约如果是不能运作的，你的资本主义就是非常非常有问题。那么就是为什么这个西北欧的这个国家最先变成了资本主义，然后最先就发达了，那么都是离不开这个契约精神的。而什么是契约精神？那根本是宗教类的东西。所以从这儿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所以当我们讲这个制度基因的时候，这就是制度基因，就是这个宗教里边带着这个人要勤奋，人要节俭，人要这个契约是神圣的，
这就是你可以必须遵守的。对对对，它是有神性。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可以后来变成了，比如说你家里是信教的，但是你家的后代变成不信教了，但是这个精神它可能传下去了，这就是制度基因，就是他可以信这个教，也可以不信这个教，但是这东西原来是那里头的。然后你还保持着那东西，然后你都已经不知道了，你已经忘了这哪儿来的，但是你从来都认为契约签了以后你就必须遵守，你不遵守根本就不道德，就是你没有想象可以不遵守对对，你不存在这灵活性，你不存在这个地方可以投机的，就是你投机不能这么投机，你不能在这个契约上投机，对吧？这个呢，就是既是激励机制。又是协调机制，因为这个协调嘛，契约实际上是协调，但是企业又是防止人这个做坏事儿，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制度基因的一个具体例子。你哪怕不知道儒家学说的人，这个实际中国人他的这个基本这个理念、基本的行为都是受这个影响，所以叫它叫制度基因。就是这制度基因，就是他已经离开了那个东西，儒家学说自己了，它已经成了世世代代大家形成的社会共识，必须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儿子服从老子，必须女人服从男人。孔孟之道里没有人权的概念，你找不到这东西。这个当我说这个儒教是人造的时候呢，是针对跟基督教做对比，就是儒教实际上呢，早在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已经儒家学说灭了，相当一部分的所谓的孔孟之道是刘歆发现的，刘歆发现的。所以早在东汉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大量的文献是他发现的，这跟这个基督教可不一样。中国人普遍并不知道佛经，人们只知道去烧香去拜佛，但是到底原理是什么是说不出来的。然后呢，共产党呢推出来的这些英雄等等也是从他那个丰盛那儿来的啊。然后呢自从列宁死了，就开始了这种大规模的给领袖的个人崇拜，皇帝都没有做过这，这是就是宗教里才有的东西。林彪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说法，都是重要的口号。而林彪的那些说法不是林彪发明的，是因为林彪在苏联待了1年多，那1年多正是那斯大林个人崇拜最棒的时候，他学的，他在苏联就学了这一套。基督教作为制度基因呢，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的，就是更大一点的角度看，就是这个政教分离。从这个角度看，就是基督教呢，原本呢就是就在产生的时候，就是和政治无关的，就是耶稣基督跟这个政权是无关的。然后呢，这个基督教在变成罗马国教之前，长期的是受罗马帝国这个压迫的，迫害，不是压迫，迫害，就是迫害的非常严重的。然后呢，是在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就是公元4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变成的罗马帝国的国教。那这个即便是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呢，由于它原来就是自成体系的，就是无论是它的经典，就是圣经，还是它的教会，原本跟这个政治权力是没关系的。所以呢，罗马帝国把它变成国教之后，那么它带进来的这就是制度基因了，就是这个制度基因带进来的东西，使得它跟政权原来不是在一起的。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它变成国教的这个过程中，罗马帝国当然希望它为政权服务。那么他希望它为政权服务呢，就是在这个也很巧，就是它变成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呢，在这个时间，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搬了，就从这个罗马迁到了君士坦丁堡。于是呢，就在罗马留下了权力真空，因为首都搬走了。所以呢，在罗马呢，在很长的时间里，政治权力是弱的，宗教的力量是强的。这个，但是搬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政治权力是强的，然后呢，是伴随着他在建立的那个教会呢，这个罗马皇帝就想方设法的要控制这个教会，所以呢，那将来在那个发展很久以后，在君士坦丁堡的那个部分就是后来成为东正教的部分，而在罗马的这部分就是后来成为天主教的部分，他们的制度基因就不一样。就是在罗马的这部分，长期的就是政教分开的，因为这个宗教的力量，刚才我讲了，原本它就是独立的，这就是制度基因的很重要的部分。而那个部分它一过去，就是政治上就是拉着它弄的，然后那个教会教堂造的非常非常的辉煌啊，都是罗马帝国的钱弄的。你在罗马这边呢是靠这个信徒那个捐的钱，那边呢是这个罗马帝国的直接的钱。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罗马这边没有罗马帝国的钱，也有，但是就是这边信徒更重要，那边呢就是政权更重要。所以呢，就是东正教那边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就是更趋于政教这个合一，它不是完全合一，而且政教合一的这个词，西方文字的词，这个词是来自拉丁，然后再从拉丁变成英文词，那个词的词根说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教皇，一个是凯撒大帝，这俩词儿拼在一块儿叫政教合一，就是这个教皇跟凯撒大帝合成一个了，实际上从来也没合成一个，就是即便是东正教从来也没真合成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制度基因。这制度基因是什么东西呢？第一，圣经是世俗没有办法改的，圣经就是圣经，就是哪怕这个皇帝要控制教会，无论他如何控制教会，圣经就是圣经，皇帝不能改圣经，这个跟这个中国的儒教就是两回事儿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控制教会呢，但是教会有自己的一整套的程序，有一整套自己的组织，他那个控制呢是在存在教会的一整套的结构的背景下来控制，而不是说教会是政府的一部分，从来它也不是一部分。这个就跟儒教又不一样，就等会儿我再讲儒教。所以这就是制度基因。而当我讲这个俄国东正教的时候呢，俄国东正教呢是从君士坦丁堡传到俄国去的，传到沙俄去的，所以俄国的东正教呢又有俄国东正教自己的特点，就是它比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呢更政教合一，就是尤其是彼得大帝之后，就是彼得大帝直截了当的就决定了，就是以后这个宗教的首脑，教会的首脑是他来任命。就是仍然我刚才讲的，彼得大帝再大能耐，他也不能动圣经，这不是他能干的事儿。然后那个仍然俄国的那个教会里边是有结构的，那个结构它并不是彼得大帝的一个部，彼得大帝有好多部，那个这个教会并不是一个部，是有自己的结构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俄国东正教直接为沙皇服务到了这个很这个彻底的程度，
使得后来就是这个布尔什维克党使用各种手段的时候，他要用东正教的手段，所以我叫它制度基因。就是比如说这个共产党的好多的这个，就是共产党怎么能够穿透社会，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有全面影响，那么它是从俄国东正教里这个来的大量的这个方式，而这个方式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俄国人都信那个。然后这个方式是俄国人接受的，对，所以你用了他们都接受的那个方式，所以我叫它制度基因。就是你可以把东正教给毁了，但是我用的方儿是你原来用的，然后呢，人们原来是接受这一套的。那么其中具体一点，我刚才讲还是抽象，稍微具体一点，那么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各种仪式，唱各种图。各种这个举了的东西，这个牌子，就是这些，就是共产党的那些个宣传方式，那个其实呢，大量的是原来东正教里用的。然后这个口号，很多的口号就跟前面我在讲，就是基督教的东西变形以后，就变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它是这么变形变出来的。那个比如说个人崇拜。那么这个东正教，就是这个东正教，其实天主教里也有，就是丰盛。丰盛呢是这个教会里边实际是个人崇拜，但是他那个个人崇拜呢，崇拜的是死人，是以死人为榜样，让这个你因为有榜样，人们才可以学啊，你跟着榜样走。那么共产党一直都推榜样。共产党推榜样就是从这儿来的，劳模。对，然后呢，共产党呢推出来的这些英雄等等，也是从他那个丰盛那儿来的。丰盛来的啊，然后呢，自从列宁死了，就开始了这种大规模的就是领袖的个人崇拜，都是从这个宗教里来的，就是从宗教里学来的这个法儿。那个实际就是丰盛丰到特别高水平的。就是这个性质，然后他就把它用到活人身上了，那不就更好使了吗？所以第一个用到活人身上就是斯大林，然后中国的毛泽东都是跟他那一套来的，但是这一套原始是来自于就是东正教，而这个为什么中国古代这个帝制不是呢？因为皇帝不需要这样的个人崇拜，而且皇帝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个人崇拜性质的这种宣传，就是这种以宗教方式进行的这种宣传，皇帝都没有做过这个。这是就是宗教里才有的东西。那么尤其是这个中国的文化革命时候的使用的一系列的手段，实际上都是从苏联抄去的，就是中国人普遍是不知道的。一系列的就包括那些口号是直接从苏联稍微变了一下就过来的。林彪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说法都是重要的口号，而林彪的那些说法不是林彪发明的，是因为林彪在苏联待了1年多，那1年多正是斯大林个人崇拜最棒的时候，他学的，他在苏联就学了这一套，就是把苏联搞斯大林个人崇拜那一套直接就搬中国来了。那这个就是这个东正教作为制度基因，而那边在西方呢，就是这个政教分离，实际上就是这个直接就是后来这个民主宪政发展的基础。就是当我们通常人们讲民主宪政，你要是追历史上一直往前追到的是这个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事情，因为那时候没教会，那时候是多神教，就是没有教会，那个所以那个呢是相对更简单的那个民主宪政的这个制度。但是到了近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第一个建立是英国。那英国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光荣革命直接诱发的原因就是因为宗教，是因为这个英国呢普遍是新教，
就是英国的国教是新教，但是呢，英国的国王，是这个天主教，然后呢，英国的国王呢又想试图去法国去拉天主教力量来对付这边的议会。当我们讲英国的全国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议会的力量，就是议会呢代表的是本国的精英，那个社会精英都是这个新教，然后实际社会的实力在社会精英手里，就是这个国王在这个光荣革命之前手里的力量就已经很弱了，所以是在这个背景下，社会精英要推动这个光荣革命呢，从这个荷兰找来的皇亲国戚的亲戚当他们的这个国王，那么条件就是说你要同意我给你定一合同，这个合同就是权力在议会手里，你是国王，那个你要是签这合同，我们就认你是国王。那他说我签了，所以呢，那就欢迎你带着这个荷兰的这个水兵海军进入这个英国。对，他之所以需要他的那个海军进来，是因为国王还有力量，所以用一方面是这个社会精英手里掌握的军队，另一方面又来了一支荷兰的海军，是这个 William the Orange。我们可能叫威廉王William the Orange，这个，然后这个，所以是由他，因为他的妻子是这个是公主，是英国的皇室的公主，所以是靠这个血缘把他弄来。他是荷兰人，所以你按今天的观念说，这不是卖国贼吗？就是这群这社会精英卖国了，就是把这个国的这个君主找了一外国人来，外国来当王。对，他们那时候没有民族主义，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能接受这个，所以这个他就来了。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这就是这个就是长期存在的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制度基因，所以呢，他这个刚一建立宪政的时候，那么宪政里边的最基本的规矩之一就是政教分开，而且呢，他这个英国没有这个文字书写的这个整个的宪法，但是它有人权这个它叫这个 Bill of Human Rights， 就是 Bill of Rights， 就是这个法案，对，就人权法案。它没有宪法，有人权法案，人权法案就是它宪法，但是这个宪法没有规定政府怎么运作，它规定的是必须尊重人权。人权是什么？对，它那人权就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保护所有的信仰。他之所以要讲保护所有的信仰，原因就是原来他们的冲突是社会精英的主体是新教，君主是天主教，他现在找来的君主还是新教，所以我们都是新教，但是呢，他不希望再产生新教迫害天主教的事情。所以他说的所有宗教，当时在英国的现实实际是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然后他就说我们保护所有的宗教，所以呢，宗教跟政治没关系了，那个没有人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歧视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讨论这个制度基因的时候，这些东西实际上呢是原本就是这个基督教里边原本就带有的一些成分，这个时候他把这个成分提上来了，提高了。其实人权的概念核心的内容原本就是犹太教跟基督教里原本就有的，所以这个人权这个概念并不是突然之间来的，是原本那里头的东西，他把它抽象了以后提出来，然后离开了宗教，所以这是制度基因。就他离开了宗教，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如今你可以什么教都不信，但是你要信人权。但是原本人权是说所有人生而平等，是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造的，是这么来的。就是你都是上帝造的，所以都是一样的，就人和人之间没差别。然后你那些权利原本是上帝造的，是给你的，
它都是原本是这么讨论的。行，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儒教，这个对儒教或者儒家思想，对这个制度基因的关系。对，那么这个儒教呢，它这里边的这个重要的制度基因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稍微比较抽象一点讲，就是儒教的原则是什么。那么儒教的这些原则，它原本是儒教自己的成分，但是呢，由于它在中国这个流行2000多年之后呢，当然儒教本身历史比这还长，但是我们就是说从这个汉开始算起，这个因为是汉时候，这个独尊儒术嘛，从那儿开始，从那个算起2000多年，这个影响这个非常的大，所以以后你哪怕不知道儒家学说的人，这个实际中国人他的这个基本这个理念、基本的行为都是受这个影响，所以叫它叫制度基因。就是这制度基因，就是他已经离开了那个东西，儒家学说自己了，它已经成了世世代代大家形成的社会共识。就是你的行为是这样，因为这是社会共识，就是你不这么做，所有人都会批评你，你面对很大的压力。就是哪怕没有这个判刑，没有暴力，就是这个社会压力你也吃不消。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呢？第一，就是这个社会是等级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是这个，对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大的到了君主和臣和民，这个小的到了家庭，家庭里这个老子就是这个头，这个儿子就在老子之下，女人在男人之下，这就是这个儒家学说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你在这个儒家学说的核心，这儒家学说的制度基因下，就是必须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儿子服从老子，必须女人服从男人，对吧？这个孔夫子说，这个女人是最不好的，都说得很清楚。所以今天的女权主义全都是违反这个儒家学说。对，要拍桌子，必须拍桌子。听着气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这个是从抽象，就是从它的内容的角度讲，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制度安排的角度讲，那个就是实际上它这个抽象的东西本身就为这个制度奠定了基础，就是为这个制度，就是人们会认为天经地义的，就是上下关系，下边必须服从上边，天经地义的，就是已经在人脑子里觉得只能是这样，没有别的路。实际上它为什么只能是这样，是因为都这个2000年洗脑，世世代代的洗脑变成这样的。是这个，然后另一面呢，就是这个制度安排，就是说这个哪儿来的这个儒教，就是通常呢，这个人们在讨论，比如说中国思想史或者中国哲学史，或者是这个儒家学说的专家，那么通常呢会认为这东西是几乎是天经地义的。这个所谓天经地义的呢，指的就是这个孔夫子啊、孟夫子啊，然后其他的这些圣人呢，是这么来的。然后这个哲学思想呢是1、2、3、4、5，就是都是他们弄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上去看，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是回到历史上去看，所有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之道，并不是原始的孔孟著作，两回事儿。这个实际上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之道或者叫儒教是人造的，而不是因为当年的这个，当然人也说那这个基督教也是人造，但是我这个跟基督教那就是两回事儿。基督教那个我就不叫它叫人造的，因为是耶稣基督。这个当然我不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不会说耶稣基督这个和这个上帝这个是三位一体，这我不会说这些话。
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他是这个真诚的传播这个福音，福音我借用他们的词吧，这个，然后他这个受到这个迫害，那个被钉十字架上这个去世，然后是他的信徒们这个跟着把这个东西这个推动，然后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后来会怎么样。然后是这么多，就是前赴后继，多少代人经过这个几百年的努力，然后呢，这个是已经在这个地中海周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之后，从相当大的意义上讲，是罗马帝国被迫的。这个被迫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用语，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当时的这个，当时还没有成为罗马皇帝，但是他是在争皇帝的位置，在作战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这个一天晚上他做一梦，梦到这个他的这个军队都使用了十字，就用了基督教的那个符号，然后呢，他就打胜了。醒了以后呢，立刻就这个要把这个梦实现，于是整个军队全部按照这个他梦里梦到的，全用基督教符号，就清一色用基督教符号，这个仗哗一下就赢了，赢得很顺利，使得他成了罗马皇帝。于是他认为是这个教帮了他，是这个，所以他变成他本人死的之前洗礼，成为第一个接受洗礼的罗马皇帝，是他之后的皇帝把基督教变了国教，但是是由于他这么变过来的，所以我说被迫不是最合适，但是呢，他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使用基督教的符号，是因为基督教已经非常流行了，已经是大量的社会精英都信那个东西，军人里大量人信那个东西，那个过去这个罗马帝国是镇压的。然后呢，是在他这个之前，已经有了正式的罗马帝国的这个颁布的罗马皇帝颁布的法令，解除了对基督教的这个禁止，那个使得它就更大规模的发展。而它之所以解除禁止，就是因为已经发展的势不可挡了。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这就是制度基因，就是根本没有人能操纵得了的，自己就发展，这就变制度基因了。然后是在有了这个制度基因之后，它再进入罗马帝国，然后再进入整个西欧的历史。所以人类文明的历史是离不开基督教的发生，人类文明的历史离不开基督教的制度基因，而且就刚才也说到了，它也影响到了极权主义，就是这个制度基因到处都有。那么也影响到各个方面，就是这个，而这个当我说这个儒教是人造的时候呢，是针对跟基督教做对比，就是儒教实际上呢，早在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已经儒家学说灭了，就是人也给埋了，这个书也给烧了，实际上已经被他给毁了。然后呢，完全是因为在汉朝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就是汉朝的这个皇帝他已经发现，就是这个你要统治，光是暴力是不行的，就是统治你需要有这个合法性。合法性当然是现在的用语，当时的用语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无论它用语是什么，所谓的合法性指的就是你得让人信你。就人是不是信你？就如果这个人们都不信你，你用暴力是没办法统治的。其实今天的集权制跟这是一样的，就是集权制为什么共产党说是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笔杆子就是为了让人们信你。他怎么信你？就是你把所有别的东西都切断，不让人知道。然后他每天宣传就是 propaganda， 用这个方式
让人们信你，就是你把他骗了，你把他煽动了，他信了跟着你了，你才能统治，否则你光是用暴力是不行的。那么这个秦始皇就是焚书坑儒之后，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建立合法性的这个努力，他就信这个用暴力，就所谓的法家。那这个实际上是无法统治的，就是你光是惩罚是不能统治。那么这个到了汉朝，他就是发现你得想办法制造一个办法让人能信，于是就是把这个儒家学说又捡回来了。儒家学说捡回来，那么这里当我说它是人造的时候，这就来了。第一，它是人造的，要把它捡回来；第二，就是东汉的时候，那不就是为了权力斗争吗？你这个权力斗争，你也仍然需要制造这个说法合法性，让人能相信你。这个合法性怎么制造？就是权力斗争的时候，就实际上就是政变嘛。就是这个西汉变东汉，就是中间的这个转的时候，所谓新朝，那么就出来了一个这个御用文人叫刘歆的。这刘歆呢，就告诉这个用不正当手法这个获得权力的皇帝说，我找着新文献了。所以后来的相当一部分的所谓的孔孟之道是刘歆发现的。刘歆发现的，所以早在东汉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大量的文献是他发现的。这跟这个基督教可不一样。基督教你政治是，这为什么我刚才强调这个罗马皇帝是不能造这个圣经的，就完全分开的两伙人。然后人家那边什么东西都是能考证，真假是要分得很清楚的。而这个他这个因为都是这个皇帝要的，这东西弄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皇帝用的，所以他从一开始这个儒教就跟基督教就两回事儿。基督教虽然它是这个国教，是皇帝要用的，但是它那个教自个儿是独立的。而这个儒教是一出来就是东汉，就是汉朝皇帝弄，然后东汉再这个篡改。那么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早在这个就是明清时代有大量的学者考证，实际上比明朝还早就已经有考证，就说这个刘歆伪造，这个大量的学者考证。然后呢，就是这个康有为推动变法的时候，这个康有为是专有一个著作，就是这个考证他们作假。那么这个本身是一个领域了，这个学者里有分派的，但是这个我认为说这个他这个考证，因为人很多了，然后考证的相当的认真了，就是这个应该是相当靠得住的。然后就是后来你怎么解释这个孔孟之道，就是后来还不断的还有人有新发现，这一新发现就很麻烦。这个新发现都很麻烦。这个然后后来就是这个一轮一轮的这个对这个孔孟之道的解释，所以后来人们对孔孟之道的解释，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宋朝晚年的这个那个解释就变成了最流行的。那么后来的这个科举考试基本上是按照就是尤其是朱熹，那么就按照这个宋朝晚年的这些解释就按这个来的。然后朱熹的这种工作实际上就是把它系统化普及化，就是什么三纲九常等等等，就变得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上口呀，非常通俗易懂啊，条理化呀，让人容易背下来啊，这个变得很清楚啊，就是原本不是这样的，然后都给变成这样。所以这些它跟这个基督教就是有非常基本的不同。所以呢，第一就是说它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抽象的角度看，
你像抽象的角度看，我们讲到基督教的时候，我们会说人权是他那里的出来的东西，而这个孔孟之道里没有人权的概念，你找不到这东西。这个然后呢，这个社会是分等级的，这些就是它的非常基本成分。然后呢，这个政教不分，然后这个教根本就是政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刚才有意强调，就是这个从来这个教会也不是政府一部分，哪怕是这个彼得大帝，他要控制这个东正教，教会也不是他的政府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这个所谓的教会从来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是根本就是都是衙门，然后这个它是科举里边的，然后科举就是政府拨钱，然后是专有一个部的嘛，这个吏户礼兵刑工礼那个部就是管这个的，然后礼就是礼，其实就是包括了宗教、科举什么都在这儿了，所以它是不分的。那礼就是部，政府部，礼部，所以这就是制度基因，就是这个政教不分，这个就是制度基因。那么你有了这个政教不分的制度基因，那个集权制来的时候，它就很自然，就是中国人会很容易接受政教不分，因为中国从来政教不分，就是政教要分开说，其实中国人根本原本语言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政教分还是不分，这都是从西方来的文化翻译出来的语言才有政教分离，还是政教什么，这都是翻译出来的语言。有很大一段时间，中国那些所谓的皇帝也信佛教，那儒和佛的教，儒教和佛教在中国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科举正式，就是科举真正正式的变成制度是从隋朝，佛教大规模进来是隋朝，所以就是这个是并行的，就是佛教进来当然比隋朝早，但是大规模的这个举国之力搞佛教是隋朝，正是那个科举的那个建立的时候，这两个是并行的。还有呢，就是佛教呢，不是国教，就是佛教短时间里是，但是长远的说不是，成为一种文化。然后佛教呢，也没有成为中国的基本制度的制度基因的一部分，也没有。原因呢，就是因为佛教呢，没有形成这个基本影响，就是它有一些元素会被儒教吸收进去，就被化解成儒家的东西了，但是那个，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佛教的寺庙，实际上中国人普遍并不知道佛经，哪怕他信佛教的，普遍并不真知道佛经，就是佛经是什么，这个普遍人们并不真知道，所以你就都谈不上它里边的原理是什么，没有原理，人不知道，那个人们只知道去烧香去拜佛，但是到底原理是什么是说不出来的，所以它就没有能形成这个制度基因，所以它在制度基因上的这个影响力吧，或者说强大的远不如儒教，对它没有能形成中国的制度基因，就是它是中国文化里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对中国的制度没有基本影响，所以它没有能形成制度基因。就是中国不是封建制，这是什么意思？封建制呢，是封建领主的权力来源是他的土地，然后是世世代代世袭的，这个权利呢是不能侵犯的。而中国的这个乡绅呢，他们并不存在世袭的固定的政治权利，所以从来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皇帝是有最终的土地控制权，其中的一个部分的权利就是限制你的土地的规模。就是科举制度是同时是人事制度
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制度。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帝制的统治下，那么这个帝制的正式的这个官僚统治是统治到县。您说过中华帝制或者中国帝制不是极权主义，对对，这个也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对，首先呢，这里其实是几个问题合在一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作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呢是一定先要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实是什么，和分清楚，机制是什么。那么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机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集权制的机制和威权制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机制，是从社会科学角度讲是要分清楚。那么除了社会科学的原因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的原因，就是实际的原因就是包括政策，和包括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中国的未来。那么关于政策，关于中国的未来呢，那么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就是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就是里边既有学术上需要分清的这个必须分清的这个学术上的原因，也有政策上和实际的原因。因为你如果不分清呢，你就会误认为这个比如说现代化理论的这个道理，就是你只要经济发展了，那个威权主义的制度就能自己过渡成为民主宪政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例子，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台湾跟韩国。但是呢，台湾跟韩国都不是极权主义制度。那么你如果不分清楚这个，你就会误认为中国只要大家不用管，就发展经济就行了，经济发展了，自己就变成民主这个宪政制度了。但是如果你认识到它是极权主义制度，这个逻辑就下不去了。这个之所以中国会这10年来复辟，就是极权主义复辟，原因是因为它原本是极权主义制度，然后极权主义的这个整个的基础从来也没有垮掉过，它原来只是曾经朝着威权主义过渡，这个过渡根本就还走在半路呢，它现在极权主义制度就又返回来了。所以这个只要极权主义制度不垮台，它是没有可能自己能朝着这个民主宪政的制度过渡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必须要认清楚。那么为了认清楚这个，就涉及到了这个讨论中国极权主义制度的来源是什么了。就是这个从机制上讲，因为我们定义极权主义制度我们是以这个操作的方式来定义的，操作的方式定义，所以是用极权主义党定义的。极权主义党那就是一个现代党，那所以这个中国古代是不存在，古代没有党，没政党。政党本身在人类历史上，政党就是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后才有政党，那个之前就是19世纪之前没有政党，这个概念没有。当然我们可以再往前推一点，比如说英国的这个光荣革命之后，你可以说那也是近代，就是这个，而这个极权主义党是绝对是从这个苏俄才开始有，这个苏俄之前不存在极权主义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中国古代的制度不是。那么从中国古代的制度不是极权主义制度，有这么好几个方面。最简单的刚才讲的是，就是非常清晰可见的，就是它没有极权主义党。然后呢，由于它没有极权主义党，因此呢，中国古代虽然它比绝对君主制的控制还要这个绝对，还要更全，但是它仍然远远不如极权主义制度控制的那么完整。那么具体的是什么意思呢？具体的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帝制的统治下，那么这个帝制的正式的这个官僚统治是统治到县。
但是这个普通的百姓是县以下，所以呢，这普通的民是具体怎么统治的？实际上呢，它是靠的是乡绅，然后这个县呢是直接统治的是乡绅，然后乡绅呢再来具体的讨论统治每个乡绅统治的那个范围，而乡绅呢并不是西方封建制的贵族，这是一个核心的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中国不是封建制。这是什么意思？封建制呢是封建领主的权力来源是他的土地，然后是世世代代世袭的，这个权利呢是不能侵犯的。就是虽然原则上说一个这个封建制的这个国王统治这些领主，但是实际上封建制下这个国王的统治是靠的他和封建领主形成的政治联盟来统治的。因为呢不仅仅是经济的实力，他需要这些封建领主来帮助，因为这些土地是他们的，是他们这个提供税收来支持国王，不仅仅是这个财政收入他要靠这些这个贵族，连军事他都要靠贵族。因为呢在传统的封建制度都没有常备军，他的军事力量全都是各个贵族，每个贵族有自己的力量，然后呢这个君主形成的政治和这些贵族形成的联盟，在需要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合在一起，去作战去，这就是封建制度。而中国的这个乡绅呢，他们并不存在世袭的固定的政治权利。这个乡绅首先中国的这个土地最终控制权是在皇帝手里。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有权利没收乡绅的土地，可以抄家，可以没收，可以控制他们，就是这个最终控制权在皇帝手里。这些所谓的乡绅呢，一般是这个相对大的地主，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像欧洲封建制度下那个规模的这个贵族，就是那个贵族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贵族是意味着他非常大规模的土地，就是这个他作为地主呢，他这个土地的量是没有限制的，就是非常大规模的。这个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规模大到了相当于比如说用中国的这个行政单位来衡量的话，相当于整个一个县，相当于整个一个府。那么一个府就意味着好多个县，10几个县，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土地。那这个土地是他的，那么他就是这一块的这个贵族，就是这样规模的。那在中国呢，不存在任何一个地主他的土地能大到了能挑战一个县。那么他的土地不能挑战一个县呢，是什么样的规模呢？就是它不能大到了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乡和镇的这个概念。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地主他能有那个土地相当于现在的整个的乡整个的镇，这个规模是没有的。所以更不要说相当于整个一个县的土地，这个根本不允许存在的。所以从来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皇帝是有最终的土地控制权，其中的一个部分的权利就是限制你的土地的规模，就是你大到一定程度你就犯法了，就是你就不可以做的事儿，你做了以后你就是政治上要出问题了，谋反。对。还有呢，你作为乡绅，你的地位也不纯是因为你的土地，所以是不能世袭的，不是世袭的。你的地位是你必须考科举，所以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个人事制度，就是科举制度是同时是人事制度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制度，同时两个东西都在一起。往往人们误认为科举制度就是一个这个意识形态，或者甚至连意识形态都没有强调，认为它就是一个文化，认为它就是一个念书做官。实际上
它是这个人事制度，尤其是明清之后，就是这个在充分成熟了之后，它就是一个这个人事制度。因此呢，这个乡绅呢，都是要经过科举之后，你才能进入他的这个官僚人事制度里边的，进入他的第一个门槛。然后呢，这个你家还有很多的土地是两个合在一起，然后这些乡绅呢，往往他们的统治呢，非常常见的统治的一种方式呢，是这个大姓，那个姓的那个是以家族为基础的，通常就是这个最常见。那么这个呢，又是孔孟之道里边的内容，所以是这么样一个结构。但是这个结构呢，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它和集权主义不一样。就是说他这个皇帝对他们是有控制的。但是呢，他们又不是完全是皇帝控制的。就是他不是彻底的皇帝的人，他是有控制，但不是彻底控制。这就是威权主义，就是威权体制，它不是集权制的。集权制它是党，对吧？集权制是你到了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就是任何地方都有党，党是处处所在。然后你们都是党的人，你不是简单的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不是，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这叫集权制。而这个古代不存在这个东西。然后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这是决定性的。你在古代的时候呢，由于你到了这个最基层，你都是乡绅在实际负责，那么这个你这个乡绅，实际上呢，又往往都是家族的头。然后你每个家族呢，实际上呢，都有每个家族的规矩，家族和家族之间并不需要是有统一的规矩。而党可不是这样，所有的支部一定要听党委的，党委是统一都管了的，然后党委下级党委一定要被上级党委统一管理的，所以党有一个统一的文件一直下到支部的最基层，所以彻底是统一的。而这个在这个乡绅统治下呢，每一个家族都有每个家族的不同的规矩，有的更严厉，有的不太严厉。然后等等等等，就是花样多了，所以这就是威权制。但是呢，皇帝绝对不允许这个你们这些同姓的人，这个跨县、跨府，甚至跨省连起来，绝对不允许。比如说我们家姓许的，你要是在建了一个全国的许家大联盟，那全跟你抓起来。就是这个皇帝呢，他是怕你们姓许的反了，所以呢，你们姓许的可以在那个县里头，可以有相当的活动。对，可以。这个呢，就实际上呢，集权制连那个也不允许，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大家老说，现在还不如当年皇上。当然不如。绝对不如，就是差远了。就是在这个皇帝的时候呢，至少你们在那个县里头，是可以有勾结的。你只要不威胁县政府的统治，就是只要县府认为你们这勾结是安全的，那就行。这个他就不害怕。但是你不可以有那么大的土地。这个使你形成的那个实力，让县府觉得你有威胁，所以呢，这个任何人的土地，都是限制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它是威权主义统治。然后这个威权主义统治呢，是比就是中国的帝制，就是中华帝制，它的这个权力集中程度，是大大的超过了欧洲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远远超过他们的绝对君主制，所以这样子的制度基因使得它接近集权制度，但是它不是。中国人太可怜了，造了100多年的反，最后发现现在的这个制度还不如当年给皇帝做牛做马。不如，对，不如。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建立在打倒孔家店的基础上。打倒孔家店是5·4运动的口号。共产国际进入中国以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是办杂志，打通的第一关就是陈独秀。他转变的第一步就是所有的文章全部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100%的都是这共产极权主义的宣传品。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胡适就表示很气愤，说本来就我们一块儿办杂志，你怎么变成一俄国人的宣传品了呢？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世俗宗教，它有所有宗教的那些基本特点，但是它没有神。那么它用什么东西代替了神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极权主义是非常暴力，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最暴力的制度，但是它不可能单纯靠暴力形成。被压迫的人，他认为他只能接受，他认为他没有可能反抗，他无需反抗，也不可能反抗，也没有人会愿意跟着他一起反抗。那这就是社会共识，让我的家庭，让我的朋友们都生活得更好，我最好是成为执行暴力压迫别人的人。你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干这个，这也是社会共识。所以咱们更具体的谈吧，就是中国的这个共产集权。所以您的研究是反复强调，其实它里面大量的基因来自苏联。对，它是这样，就是这个苏俄呢，它在建立这个他们的制度的时候，那么我分析呢，就是它有3个制度基因，使得它能够在苏俄建立极权主义制度。这3个制度基因呢，第一呢就是这个沙俄的帝制，第2呢就是这个秘密政治组织或者叫恐怖组织，第3呢就是这个俄国东正教，这3个东西合在一起的。那么这3个东西里边呢，就是沙俄的帝制，实际上就是这种集权制的政治统治的这个方式，这个叫做制度基因呢，里边就是关系到我们讨论什么叫做制度，对吧？我们什么叫做制度，我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制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社会共识。就是为什么社会共识这么重要呢？因为哪怕是最暴力的制度，也离不开社会共识，因为单纯使用暴力不能形成社会共识。只有当你形成了社会共识的时候，你可以用暴力来帮助你的社会共识，用暴力帮助形成，用暴力来执行社会共识。但社会共识不是单纯用暴力能形成的。所以呢，这个极权主义怎么形成？极权主义是非常暴力，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最暴力的制度，但是它不可能单纯靠暴力形成，因为这个暴力的执行需要人，需要很多人，就是大规模的使用暴力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来执行暴力，很多很多人愿意执行这个暴力。所以在你没有这个社会共识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的人替你实行这个暴力，这个时候呢，就是制度基因就重要了。就是人们认为这个制度，就是这个社会应该怎么运作。如果人们就是多数的人认为这个社会的运作本来就需要自上而下用强权用暴力，本来就只能是这样，就得是这样，那你在这样的社会共识下被这个用暴力压迫的人，他认为他只能接受，他认为他没有可能反抗，他无需反抗，也不可能反抗，也没有人会愿意跟着他一起反抗。你有足够多的人愿意接受暴力来压制，那这就是社会共识。然后你还有足够多的人认为，我为了让我自己
让我的家庭，让我的朋友们都生活得更好，我最好是成为执行暴力压迫别人的人。你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干这个，这也是社会共识。所以你有这个社会共识，你可能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执行暴力，然后你会压迫成百万上亿的人，这就是你有所有的这些社会共识作为基础，这社会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沙俄的制度下，在中华帝制的制度下，你有足够多的人，他可以屈服于暴力，就是他认了，你给他暴力直接压他头上，他认了。那这个，你在英美弄不了，甚至在德国，就是这个德国他要不是煽动起来那么强的这个民族主义，共产集权制在德国弄不了。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德国共产党是试过的，对，非常努力的试过，然后他这个德国共产党输在谁手里了？输在这个纳粹手里了，就是民族主义比他强，对，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就压过他了。然后民族主义呢，实际上就是这些人非常疯狂的误认为他为民族做什么，他误认为他是民族怎么样，他实际上首先是要打击压迫他们德国人自己，才能形成他这个制度。但是任何就是你得需要有这制度基因，就是你这个制度基因变共产集权制，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像这个沙俄这样的，它就才有这个基础。然后另外一个制度基因呢，就是这个秘密政治组织或者是恐怖组织。那么这个呢，这个在苏俄的情况下呢，就是他们早在这个19世纪初就产生了这个相当这个复杂的政治组织，这种秘密组织。那么它有这个传统，整个这个极权主义党是在这个传统上产生出来的。极权主义党自己是个秘密政治组织，是个恐怖组织，但是呢，这东西不会凭空是造不出来的，因为你要建这样一个秘密组织，自上而下的这种绝对统治，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统治，你怎么建？就是你在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群人自愿接受这种非常残暴的统治，他自愿的，而且非常努力，甚至他可以愿意死，就这个统治让他死他都认了。你得有这样的人，这东西才能建起来。那你这个地方原来没有这个制度基因，你比如你在英国在法国，你建一个这样的秘密组织，就是英国法国都有共产党，但是他们的共产党都不是列宁主义党，不是列宁主义党根本弄不出来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他那个共产党弄不出来，就是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他不能进行极权主义的这个运动，因为他的党都不是，他这个党不是这么组织的。所以你这个党最初怎么组织，必须你原来这个地方有这个制度基因，你有足够多的人诚心诚意的能接受极权主义统治，自己愿意连被迫害都可以。这样被迫害自愿被迫害的什么样的组织，就是黑帮，就是土匪，黑社会，就是这种东西你的原来就得存在，中国早就有。中国这个有文字记载的白莲教可以一直追回去，追到至少宋朝，甚至还有人追更早。那么我们更早就不用说了，那么就是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就是这个全国普遍存在的这个天地会、红会、哥老会，这个他们实际上呢，根据这个陶成章的这个考证呢，这3个不同的名字是一个组织，这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就是在不同情况下，有时候叫红会，有时候叫哥老会，有时候叫天地会，这个就在不同的时候它叫这个用不同的名字，但是它是同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个全国性的组织，但是这个当然实际上它这个全国性的组织更是一个联邦性的，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首脑，然后这个地方的首脑跟这个全国的那个是什么关系，这个
我们不是最清楚。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种秘密组织里边有所有共产党需要的那些成分。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共产国际到中国来要建这种极权主义党，在中国一下就能成功？那么因为中国有这2个制度基因，就是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和这个秘密组织的这个制度基因。但是中国缺另外一个制度基因，就是这个在俄国有这个俄国东正教，中国不存在这样性质的组织。那么这个东西它又起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就是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解释的，就是这个共产主义思想呢，它里边大量的内容实际上是取自于基督教，就是有基督教的成分。然后你怎么穿透社会，怎么让这个社会对这个事儿感兴趣，不是一般的感兴趣，而是有很强的热情。你怎么能让有足够多的人有这个热情？原来有基督教背景的地方呢，由于这个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很多地方是借用的基督教的这个语言，借用它的叙事的方式。这个旧世界就要灭亡，新世界这些东西呢，你如果原来没有这个制度基因，那你这个传播起来会有困难，所以你需要外来的这个帮助。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你在这个东正教的这个背景下，你有这个偶像崇拜，而这个中国的这个儒教传统啊，里边没有这个偶像崇拜，而这个偶像崇拜和秘密组织结合到一块儿，才是共产党，才是极权主义党。就是你有这个偶像崇拜，你这个有这个所谓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这个宗教的这个说教的方式，就是这个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世俗宗教。之所以叫它叫世俗宗教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所有宗教的那些基本特点，但是它没有神。对。那么他用什么东西代替了神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那个代替了神。那么这是一个世俗理论，所以才叫它叫世俗宗教。那么这个世俗宗教呢，你也得有一个传来的来源，它才有我们刚才讲合法性。就是你作为一个世俗宗教，你的合法性哪儿来？那么这是个决定性的。所以中国自己产生不出来这个世俗宗教，然后中国自己也没有能力传播这种世俗宗教，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外来的制度基因。就是原本在俄国靠的是东正教，是靠了有东正教，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之后，能转变成用东正教的方式转变成俄国人能普遍接受的那个样子，然后这个才起了作用。但是中国呢，没这东西，所以中国人第一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是呢，即便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是没有可能自己制造出来一个像共产极权主义的这样的一整套的东西在中国能变成的。所以呢，他靠的是共产国际以这个教会的传教机构的方式，就是打个比方，就是相当于耶稣会。那么它的不同的是，耶稣会是和平的，耶稣会是用和平的方式吸引人们自愿的进来，而共产国际目的就是搞暴力革命。但是呢，它的暴力革命呢，它并不纯是搞暴力，就是你如果人们错误的把共产国际解释成第五纵队，第五纵队是特务，就是解释成就是特务，解释成就是搞暴力的，解释成就是搞炸药的，这个不，那就错了。共产国际远为更大的力量，不是军事，不是特务，远为更大的力量是宣扬共产极权主义。共产国际进入中国以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是办杂志，然后接下来办的全部都是宣传，就是他首先做的事儿都是宣传。那么
他的宣传的打通的第一关就是陈独秀，就是原本陈独秀跟胡适合办的一个杂志《新青年》，那本来呢是他们一起弄，那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产物。然后自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给这个收进去，变成了这个中共的人以后，立马他就把这个杂志就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宣传工具。所以呢，原本《新青年》刊登的是中国人写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什么都有。然后呢，他怎么转变的？他转变的第一步就是所有的文章全部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100%的都是这共产极权主义的宣传品。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胡适就表示很气愤，说本来这我们一块儿办的杂志，你怎么变成一俄国人的宣传品了呢？对呀。但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就是这个制度基因的重要性在这儿。对，你需要共产国际把它带过来，然后呢，你们来弄，然后把它传播开，把这东西种到中国人的心里头去，这才能形成你这个运动。所以它这个运动的形成，绝对不是单纯的就是密谋，然后搞爆炸、搞破坏，然后搞军队，绝对不是单纯就是它跟黑帮不一样，它跟土匪不一样，它比黑帮跟土匪的穿透力要强10000倍、10万倍、1亿倍，因为它是专门是以这个意识形态为基础来煽动民众来加入它的这个运动。这才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我的父母加入了它这里面去，就被他们骗，就是你要有能力骗足够多的知识分子，你要有能力把你这个国家的好的知识分子尽量都弄到里头去，所以这个呢就力量就大了。所以这个制度基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而且绝对不能够这个混淆，把这个混淆为是这个中国的传统帝制。那么我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证据，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共的共产集权制不是中国的传统帝制。这个最基本的证据就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个打倒孔家店的基础上。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把这个才是中国帝制的传统。就是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是儒教，就是帝制基因，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儒教，而中国共产党是在打倒儒教的那个基础上搞起来的。那么就是它跟那个是冲突的。但是呢，我们同时又说儒教的制度基因帮助了共产集权制，原因是因为是脱离了儒教的具体说法之外，是在中国人里形成的这种等级制。而因为这共产集权制是必须是全面等级制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是靠的是从那里来的制度基因。